解读都能被抓。台湾就很不一样，痛苦煎熬，线上的也被封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都没有更新影片了，感谢大家还陪伴着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哦。感谢大家的问候与关心，谢谢大家还持续订阅以及观看我的影片，感恩。那我现在跟大家聊聊我这1年以来的成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爸爸妈妈是突发脑梗住院，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突发，我妈妈直接是住进 ICU。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也不敢乱定义。我有点怀疑是疫苗的原因，或者是他们说是新冠后遗症的问题，不确定，很难说。因为我有在网络上刷到帖子，看到蛮多是脑梗、心梗年轻化的，让人觉得很不安。再加上我一位很好的朋友的爸爸，平时都很健康，才50多岁这样子，去年突发脑干出血去世了。我爸妈饮食真的很清淡，老家自己种的有机菜，每天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非常规律的休息以及健康的饮食结构。9点钟、10点钟就睡觉了，早上6点钟起床。我妈妈更是清淡，她坚持了几十年的初一食物吃素。我老家的那个水质更是好得不得了。小时候呢，是全村出动到非常高的那个山上去买水管引下来的。我爸爸妈妈呢都是打了3针疫苗，当时因为我身体在复健的原因就躲过了，但是我们村委会在期间也是4次3番的打电话来催我打疫苗的，我都以身体神经损伤复健担心会导致后遗症为由推迟了。后来去年底，我有加入一位精通易学以及中医的老师的一个群里面去探讨易经和中医，有了解到这个疫苗毒这件事情，里面有类似叫石墨烯的物质难以排出体外。那这一位老师呢就给出了一个解疫苗毒的方子，我就准备抓中药给家人解毒。那人到中年就发现了上面老人的这个健康平安，我就能安心，家人安康，一切都开心。那家人抱恙的话，就有钱的路子我也是无力去赚。现在呢，我爸妈的情况是趋于稳定了，我闲着的心也是安了不少。就这1年，我发现自己的这个眉间都起皱了，因为一些揪心的事着实是让人伤神啊。那伤神的事还不少，其中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聊聊，就是去年我去探望了一位非常关心我的且国学研究颇深的一位长辈。原先呢，我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生活了2年的时间，期间呢，每周5跟他一起去参加这个藏传佛教的线上文思修的课程。晚上7点到9点的时间呢，和几位共修的师兄师姐一起相约在某个写字楼的教室。那这个教室呢，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上师用善款资助的，用善款租赁下来，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学堂、共修所用的书籍、经传，以及提供茶水、贡品等等，提供给与佛法有缘的人一起闻思佛法、修福修慧。那时候正逢我身体受伤重创最严重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身体是特别痛苦煎熬，一度无法忍受神经损伤带来的肌无力以及神经痛，麻痛感使我彻夜难眠。好在这位长辈是带我闻思佛法，我找到了一个精神与肉体超脱于痛苦存在的一个平衡的方式。每周1次的这个闻思、唱诵、念诵、回向，逐一的去探讨佛学、哲学，去排忧解难。那我的内心深处是得到深深的疗愈与平静的。有共修的时间里，每天都睡得很香。但是这个课堂随着中国宗教法变的严格而受限。起初我们闻思修只是能偷偷摸摸的，上电梯都不敢跟这个同修多说一句话，怕被认为是在搞邪教而被举报。因为在中国呢是非常注重相信科学，教育里面基本都是完全的相信唯物主义。
那听到佛教、道教相关的东西，普通人都会觉得是迷信，是不可行的。身边多数人没有深入了解佛法是一门很深的哲学以及智慧，所以往往他们会做出他们仅有认知内错误的判断。一听说佛和道就会觉得是迷信，觉得这个人要么穷而外求，要么是迷信无可救药。在很多唯物主义价值观里面，有这方面的信仰的都是被看低的，不说全部啊，很大一部分是被看低的。所以我们也不轻易的说自己在看佛学，在看道家。刻板印象总是有这种像俯瞰风水、重烧香的看法，难以解释，所以就放弃了。但我发现我所接触到的台湾就很不一样。台湾就算没有明确信仰的人，大多数都是会尊重有信仰的人的，不会因为别人吃素或者是和有信仰而感到很惊讶。有些人呢会赞叹对方，就算有些人可能心里不认同，但也不会唧唧歪歪太多，或者是去干扰对方。那再回到主题，这个文思修课堂呢是可以在全国各地开，甚至全球各地开的。只要你想发起，都可以用上师的那本书作为引导。遇到有缘众生都可以随时线下一起共修，我觉得实在是太赞了。以我的经验呢，忧郁症的人闻思久了估计都能好个一大半。这个课堂几乎是充当了心理咨询来用的，我觉得实在是太殊胜了。会有希望身边的人能因此而人生受益，这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离开那个城市回到中山的时候呢，长辈就鼓励我做辅导员，再在中山开启一个这样的课堂，能让大家有机会接触佛法，顺便有机会可以救度自己以及众生。我正有此意，但是后来这个课堂也没有开线下，改到线上的 APP 会议的模式进行了有一小阵子，直到线上的也被封掉了。这次跟长辈约茶有聊到，其中有一位师兄也已经因为这个线下的共修课被中共抓捕，只有在线下见面的时候才能够谈起，我们都不敢在微信上说。我真的是感到很震惊和不解，为什么这样的几个人的共修都能抓到去举子？我们再也不敢跟旁人说起我们有参加这样的共修，担心会受影响，更别说我们能自由地传播藏传佛教相关的东西了。而且去年开始，那位藏传佛教的上师也下架了所有喜马拉雅以及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和语音，基本上学习的渠道通通下架。抖音上相关的道家、佛家讲法的一些博主也纷纷下架非常好的视频，以免被罚钱或是入刑事案件，仿佛一夜之间就清零的感觉，只有零零碎碎删改后的一些资讯。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们那几个共修课堂都能被抓，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后来我就查资料得知，据说这种聚会只要3个人或超过3个人都需要向上头申请。那我3两好友聚会在一起喝茶聊藏传佛教，要是被别人听到，人家不爽我们的话，都能举报进局子咯，这未免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而且坏人要坑蒙拐骗，以任何的方式都可以，为何藏传佛教就如此的敏感？这也让我感到无解。我想要是人民大部分无信仰的话，或者是一个人的信仰被击碎的话，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可以支撑？虽然我曾经没有接触佛学之前呢，也是没有具体的信仰，但是我小时候看的电视剧都是台湾的，像《新白娘子传奇》《公传》这些电视剧，都是教人从善如流，了知因果。至少我们80、90后以前的这一批人，只要家里不是特别穷，买得起电视机的人，很多都是这么看过来的。但是现在影视剧都不知道在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我看来，审批也都过于严苛。
往常在家只要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循环播放的抗日神剧，导致我再也不想打开电视机。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私下有跟蓝白头先生吐槽过，愤怒过，也生气过，现在已经是调节过后的情绪了。蓝白头先生已经把我宽慰得很好了，谢谢你哦。Thank you。没什么。不过说到这，我真的是很怀念我们几个的或三两的人聚在一起文思修，不问彼此的职业收入，不看身份的高低贵贱，不看是否有文化还是文盲，有目不识丁的大妈，大家相约，而且是每周的周五晚上吃完饭到那个共修点，先到的时候呢，就是先供灯供水，顶礼朝拜，然后大家陆续的席地而坐，桌子上呢有辅导员先到的时候，洗净的水果饼干分发到大家的桌子上，可以放松的一边吃着零食，一边探讨着上师写的那本佛法相关的书籍。这本书特别的好，去年我有跟长辈聊到，我想把这本书以朗读的方式传到外网，分享给更多的人受益。原本上师对此书的态度也是免费结缘的，在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嘛。考虑到版权的问题，我就当时想到先是问上师允许，长辈也很开心，就我愿意翻心去朗读分享这件事情。他说帮我问上师可否分享，上师往常呢都是会回复的，但是这一次就没有了。我想可能就是现在管得太严了，特别是我这样的身份在外网上传，上师估计是有所考量，所以我就也不为难上师了，毕竟他是要受到中共各方面的管理，所以也不便再询问此事，也不再朗读。在中国文思修佛法这一块，让我始终觉得如鲠在喉。每想到曾经如此殊胜的共修，强大的这个加持力的正式，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且平静平和的这个课堂，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开再有。那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在中国这样的去共修，我就很难以自洽，也无法把如此好的哲学与更多的中国人共同共修共享，把这本书朗读分享到海外，让我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无力，又为同修的师兄被抓而感到痛心恐惧，而不敢再尝试组织对佛法感兴趣的友人共修，又在这些复杂的情绪中不断的用曾经学的一点佛法调节自己的内心的平衡，把这一切当成是修炼场，不断的去击碎，然后又用佛法重建内在的力量。但我始终是因为修行尚浅，感到实在是力量不足。那如果那些没有办法接触到政治正见善知识的人怎么办呢？像是2年出现的这个胖猫事件，上海街头失业者无差别的杀人事件，这些人如果接触了哪怕一点点的善知识，哪怕接触了一个像这个文思修课堂这样的师兄师姐的一点点的善意和爱，或许就不会有太多的悲剧发生。我美的就感到想落泪，很悲悯众生，但是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人，我能制度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想到佛经中所讲的末法时代众生福报渐渐减少，各种外界影响干扰让我们难以静心，而共修的加持力正是我非常非常需要的。而且我发觉在中国遇到在家修行的居士，我感觉他们会更纯粹，修得更专，也更愿意无偿地分享善知识以及给出这个善意，也应了佛经里说的末法时代的景象。在我们文思修的这个课堂的师兄被抓了之后呢，我们这一些虔诚共修的人已经被打散了，甚至课堂打散后，我们组织的微信群也因为师兄被抓后担心其他人的安全，辅导员最终连群也解散了。所以我就很感慨，在中国再也难找到这样的氛围以及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闻思佛法。
我也曾经想去寺院闻思修佛法，并付出行动，但是基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寺下共修那样的氛围。情解散后呢，我想继续的接触佛法，但是我是立马的行动到寺院里面做义工，想着说为三宝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更希望可以在每日义工工作忙完之余呢，就和寺院里的师父们接触佛法，亦或是遇到志同道合的义工们，能每天的有1个小时左右，每日一起念经持咒，一起共修佛法，哪怕是在殿外听师父们做功课，听着这个诵经声，我都觉得心情愉悦，那应该是一件乐事。然后我就收拾行囊，就风尘仆仆的到了一个招车义工的股市。进去了之后发现就除了发了新的一些义工居士外，几乎都是商业人员在操作。当时我是看到寺院里的和尚尼师都在马不停蹄的办公，在寺院大殿旁的这个办公室电脑前做资料赶工作，氛围就跟普通的公司差不多，基本上也没有机会能和忙碌的师父们问询佛法相关，哪怕是听师父们念经也好。当时政府和寺院的这个景区呢正在举办活动，那个招收义工的这个 HR 更是不停的在商业运作，线上线下卖各种东西，经营景区的小店。我们这些义工呢，就是出摊、守摊、收摊的小弟，以及整理文件、帮忙写文案、做设计助理。同行的义工中呢，其中有一位是在国外留学放寒假回来的小姐妹和我说，在这里做义工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再加上我们觉得这个寺院是太商业化，基本上都是一个公司在景区做这个运营各类事情，我们是曾经耿耿于怀。可能因为无知，印象中寺院就是师父们修行的地方，青灯古佛，晨钟暮鼓，义工打扫卫生，做素食等等，可能也有这样的寺院，只是刚好我们是在景区里面的寺院，性质就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和同行的几位义工才待了几天就离开了。离开前的一晚上才开始跟同行的义工敞开心扉聊此行的目的，有的是一路做义工旅行，旅游了西藏、丽江、大理，一路往南，就是凑个免费的食宿，一边旅行。说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做了那么多的义工，就在这里是最忙最有班味的。有的是大病做了1次手术，到寺院行善静心，但是来了都察觉到如今这个寺院都过于商业化，虽然不如我们所想，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种我们的因，结我们的果，他们种他们的因，结他们的果。此行呢，能认识这些心念平静善良的义工居士，我们选择继续留下来。但接下来我和其中一个义工小姐妹发现异样，就是她在那个企查查上面查到了公司的这个持股人士方丈，而她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一直都在帮这个公司做事。就这样，我们也就在几天后飞也似的离开。事后呢，我们感慨，怎么在这个国度，往往看到的是看似真正写着修行的地方，其实是暗藏玄机的，但是往往不符合法律的私下共修，没有任何的功利性的几言小课堂，文史国学、儒释道等等，却被打压的顿无踪影。我不知道是我本身命途多舛，还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扭曲，还是法律的严苛一刀切。若是用佛法看的话，那也是人生无常，特别是这一片土地，世事无常且垂危，不断的在重复着这个朝代更替的命运。而我呢，是出生在90年代的中国，恰好赶上了最自由、最繁荣的20年。前小半辈子呢是无觉知，中年变故以及社会变迁的时候才顿感不妙。这一切都引发着我去探索为何会这样，原先认为的世界怎么不一样，是突然坍塌的，还是本身就有迹可循？我们活在当权者塑造的一个象牙塔里面，不是在教科书里说好的一切向好吗？
1980改革开放，2000实现全面小康，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0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能力和治理能力全球领先。小时候觉得这是很美好的愿景，长大后惊现是治理确实是全球领先。吃小康非我小时候想象的小康啊。我们倒是像猪圈里的猪，农场主不断地跟我们说外面有大野狼，我们以为猪圈是最美好的世界，就在圈内互相传告我们的同类，知足吧，毕竟外面更危险。我们的主人已经拼尽全力的在保护我们，才有了如今得来不易的生活。看我们以前吃的是糠，现在我们吃的是米。看大饥荒时候出生的人都很矮，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都长得比60后高多了。我们也不要那位主人了，他们已经尽力了。怎么有一种被 gaslighting 到奴隶同情奴隶主的感觉呢？题外话再说，如果我是没有参加这个藏传佛教的文思修的课堂的话，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福报能够认识蓝白多先生。就算我有机会碰见他，也没有智慧深入交谈，也不会有机会走进婚姻，成为夫妻、爱人、朋友、家人兼同修道友那么幸运的事了，也没有机会更深层次的了解到台湾。原来台湾社会的美好平和，是因为台湾社会有着良好的信仰，以及更能互相制约的制度的，孕育了很多善良的人，并不是网传的井蛙啊。网上跟台湾网友留言互动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以及和台湾的亲人接触的聊天，发现多数人都对恶案有着很清晰的认知。说到井蛙，反倒曾经的我才更像吧。也因此有机会在油管上与大家这样敞开心扉的去分享各种，去看评论区的大家给我分享的各种事情，增长我的见识以及促进自己的政知正见。我还说感谢那位长辈在路上叫住了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参与一个国学课堂。我说好呀，他也没有说是藏传佛教，到场才知道。第一节文思修那种包容和善良，抚平了我很多痛苦和创伤。我当时几乎是声泪俱下。我当时身体受伤严重，在鬼门关抢救过来，没想到要进入漫长且艰辛苦痛的一个恢复期。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人因为我身体的变故而离开、厌弃。我看到了人性的自私无情，直接是可以击碎我原本觉得美好的世界的。但是我在佛法里面找到了答案与慰藉。后来修福会到一定的阶段，我遇到了非常好的台湾先生，他的出现呢，使得我的破碎也进一步的一点点缝合重组。说到这，蓝白多先生素食者这件事情，在中国碰到的人当中无一不惊讶万分，但后来了解到台湾人吃素的占比之高，才是让我惊讶不已。我们的历史书、地理书和语文书上从小就植入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对台湾的描述是，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里山、日月潭，仅使少之又少的人士，而对台湾真正的这个真相，我们的教育多数是直接忽略、否认、去除掉的。特别是基于网络后，我们也无从了解更多的真相。图书馆诸多的书籍因为审核严苛而被下架，也无从像胡温时代那样，有些好学者可以从中拔出点点滴滴的真相来。而我是因为佛法结识了蓝白多先生，再深入到了解台湾，无不让我原先建立的这个世界观痛苦的崩塌，然后再重建。也不是谁都能有幸像我这样看到这样的一面的。有些人是真相就喂到他们的面前，他们依然是不会去探索的，坚持原有的错误的认知，所以很多人是没救的。毕竟曾经我也是那个小富即安、画地为牢的人呐。总之非常的感恩这一切。虽然这一年我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但也总想到我遇到的美好，以及遇到的蓝白多先生的善良，还有了解到台湾后知道台湾社会的更多的善与包容，温良恭俭让还在这里保存着。过去经历的种种无不被一一了愈，
那些坍塌的东西让我以为人间美好再难寻。你不去捅事儿，但无论你多乖，冷不丁的还是有很多铁拳来捶你。只是我们在切断了逻辑思维课的这个地方，没有了思考能力以及扩宽认知的能力，从出生到后来都画地为牢，少有人能冲出牢笼看清真相罢了。这一集影片是我一口气写的文案笔，也没有想到我能滔滔不绝的一口气写那么多，难得我非常的畅快的说出来了我自己的一些心声。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2025新年快乐，健康平安顺遂，吉祥如意，愿台湾一切都好。欢迎大家订阅以及留言分享哦，我们下期精彩继续，拜拜。嗨，大麦道先生，有人留言说我跟你拜拜了，我们有吗？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